停下，别动！别讲！从现在开始，大家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直到收获的日子为止。我不是信不过你们，只是要提防万一。你们把手机都交出来。哇，嘿呢，今天我带了2盒大包来。聪明。基金，拿出来。大包，你老爸不是一早就死了吗？红桃哥啦，我干爸。什么事？哎呀，没有空啊，不能回家吃饭啊。好难啊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如果没有办法传达消息给我，不要勉强，保护自己最重要，小心一点。红桃哥啊，整天啰啰嗦嗦，有时候真的给他烦死了。没有你的份 ，OK， 你不要乱动了。吃一个会死啊！平时你不是很大方请我们吃包的咩？平时不要 OK， 平时吃完了可以再回去拿。现在啊都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。对呀，大包没有包啊，包死的。好了，请你吃一个了。来，玩2手吧。喂，有心事啊？一定和男人有关。哇，这个男人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应该不低哦。虽然我很气他，但我无法生他的气，都不懂这是什么心态。你惨了，干嘛？你已经爱上他了，笨蛋！如果你和这个男的在一起，就会被他提在头上，从此陷入深渊，永无翻身之地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一定要保持女人的尊严，不要当男人的俘虏。太夸张了吧？吴小曼，你给我听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他不假辞色，把自己冰封起来，有多冷变多冷。我不想在他面前耍手段啊。
我敲醒你啊！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本来就是场战争，这场战争如果你输了，就会变成战俘，从此日子会非常难过。所以耍手段是应该的，这就叫兵不厌诈。朋友之间的相处应该坦诚相对，我只会对罪犯使用手段的。那你就等着当爱情的奴隶吧，哈。小狼，好久不见。宇哲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一样帅。帅来了。看来今天除了是难得的好天气，还是老朋友聚会的好日子。老蔡就死在这里，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你到现在还放不开？我们多久没有聚在一起了？15年了。一转眼就15年了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老实说，我不去骨灰塔拜祭老蔡，就是不想碰见你们。该碰上的还是会碰上，躲不了的。这只差4也没来，你们都没有他的消息吗？我就不相信他可以忘记整件事情。不可能，这件事永远都不可能忘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以前曾经发过誓，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。它是我们永远的秘密。4月。宇哲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谈。最近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？对方跟踪的技巧很好，好多次躲过我的反追踪。我怀疑他应该是警察，或许当过警察。小狼，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？你不相信我？的确，我患过抑郁症，不过我现在完全好了，我好了，完全好了。我相信你啊！我同事告诉过我，有人向他们打听我的工作，邻居也被人问过我的近况。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谈，可是我又不想麻烦你。你找我是应该的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怀疑这个人是冲着我们的秘密而来的。不可能，这件事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。
难道你怀疑是我们其中之一？李二少爷，我信得过，可是四爷就很难说了。当年发生这件事以后，他的太太就跟着死了。他一直认为是我们害死了他的太太。住手！把枪放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疯了！振作一点啊！我老婆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是你们害死她的。你这是在想什么？肚子饿吗？那想吃什么？感冒面。感冒面。我每次感冒时，他们都说我在包馄饨，所以馄饨面就是感冒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吃感冒面，好不好？耶！阿比。刚才有没有人靠近你？你有没有看到谁把这信封放在你书包里面的？没事的，别怕。为什么跟踪我？你为什么要跟踪我跟笑了？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跟踪你们？你昨天明明有出现，却鬼鬼祟祟离开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想见到你们，不行啊！你要对付我就冲着我来，不要牵连小孩子。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什么？你一直都认为我们害死你太太，你想报复是不是？你笑什么？报应，报应啊！其实根本没人跟踪你们，是你们自己疑心生暗鬼。15年了，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好过日子。这个秘密会诅咒我们一辈子。就算我们所有人都死了，都不会结束。当年的事也没有人想的，够了！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。
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小曼，你认为我会贪污吗？在朋友的立场，我当然不会怀疑你。我现在是以警察的身份问你，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无论你用什么身份问我，我现在只需要你的信任，可以吗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希望你能相信我。还在生气？我有这么小气吗？那就好，我不想因为公事而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。当然不会，不过有时候我在怀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？认识这么久了，但你总是把心事藏着不说。Margarita 是一个不幸意外死亡的女生，她情人对她念念不忘。于是调制这个 cocktail 来纪念他。热烈中有一种淡淡的哀痛。这是一杯象征浓浓思念的酒。我明白为什么你会选择 Margarita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可是对我而言，那些死去的人，他们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。艾米，你不需要忘记他，也一样可以保留对他的爱。不过，你必须放开他。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灵魂的话，你已经把他给绑住了，因为你根本不想放开他。你每次留下半杯酒不喝，不就是暗地里希望他有一天会突然出现跟你分享吗？宇泽，我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你说的对，这半杯酒不会有人来喝了。有时应该尝试别的 cocktail， 也是不错的。你就是 Laser， 我们是警察。你是黄淑芳的男朋友？以前是，现在分手了。为什么分手？不记得了，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几时？忘记了。现在是办失忆啊！要不要让你的脑袋清楚一点？长官，你这是威胁我。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通知你。我们怀疑你跟一宗绑架案件有关，要带你回警局盘问。绑架？什么绑架？你女朋友黄淑芳已经证实被绑架了，还不要跟我们合作？真没绑架了？
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。 5天前，我跟他大吵了一场。为什么？小事而已。是他无理取闹，我很生气，所以就分手了。过后有没有再联络他？我有发 SMS 给他，可是他没有 reply， 我还以为他跟我赌气。他是真的被绑架了。你认为我们会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要上课了，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 老大，他一定有问题。听到他的女朋友被绑架，可是一点也不紧张。他的确有所隐瞒。刚才他问了2次，他真的被绑架，好像之前知道他会被绑架。可是如果他是绑匪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大胆还来上课呢？ 喂，用黄色胶带装20万，要现金，下午3点交钱。等一等，我要听我女儿的声音。爸，淑芳，淑芳是你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一个人来，有警察的话就杀了你女儿。喂，喂，喂！时间太短了，我们追踪不到地点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照他们指示做。 我一定会让淑芳安全回家的。先生，你可以把钱放入垃圾桶里。大家留意周围的情况，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人物。老大，有问题。是真的垃圾婆，把它支开。 哎，南丁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大家准备，目标已经出现了。 Move in now。花姐，怎么事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把人质藏在哪里？说。我没有绑架，不是我做的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，你怎么知道收赎金的地点呢？我收到一个 SMS， 告诉我在那里的。那是谁 SMS 你的？ 是淑芳send给我的。你现在还想耍我是不是啊？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你不信可以查我的手机。好，照你这么说，你明知道是赎金，你还敢去拿？你是贪那20万是不是？我只是好奇，想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怎么知道？是真的。我相信你不是绑匪。 你真的相信我？可是，如果你不把事情说清楚的话，目前的情况对你很不利。为什么和淑芳分手？死就死了，因为他有了 baby 咯。我叫他去堕胎，他不肯，所以我们就吵起来了。
你们吵架后，他就被绑架，当时你是不是有看到什么？看到绑匪了，对吗？你要生 baby， 自己生得够，我不管了。雷子，那天我和素芳大吵了之后就走了。那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经过，我怕素芳会告诉她家人她怀孕的事，觉得不放心，又想要回去找她讲清楚。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，秀玲，不可能的。我醒来后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素芳和那个女的都不见了。我不是回家了咯？你不相信我？我是真的有被人打晕的。你当时看到的女生，是不是她？是她，就是她。你有看到她的脸吗？没有，可是我认得她的衣服。你确定淑芳真的有叫她秀玲？我确定。当你醒来后，应该有联络淑芳。当她没有回应，你一定知道她出了事，为什么不报警？你这么聪明，应该早就猜想到她被绑架了。可是为了要隐瞒她怀孕的事，你暗地里希望她真的出事，这样就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麻烦了，对吗？我知道我这样想是很自私，可是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的。这个人渣！求求你们不要告诉我爸，你还在担心这个？现在你的女朋友很有可能被撕票的。绑匪为什么要让 Laser 知道收赎金的地点？这样做并不能交货给他。如果绑匪真的是崔秀玲，他这样子做只会让我们更确定是他，这对他根本都没有好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崔秀玲在半年前的确有出境的记录，可是过后就没有再入境了。如果真的是他做的话，一定是利用非法途径回来新加坡。绑匪从一开始就故意让黄夫妇报警，也让 Laser 去拿赎金。我觉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，而是要我们相信绑匪就是秀玲。崔秀玲和黄淑芳是高中同学，他们之间会不会是发生什么事？难道崔秀玲绑架他是为了报复？喂，你们真的认为崔秀玲是绑匪啊？她已经死了，死人怎么可能绑架别人呢？我们应该去多了解崔秀玲这个女生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？暂时没有，我们今天特地来是打算帮你追查秀玲失踪的案件。怎么了？你们终于肯帮我了？我们想多了解关于秀玲的事。你跟秀玲的关系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我们父女一起生活，我们的关系很亲厚。她很乖，也很听话。我怕她学坏。有时候在管教方面是严厉了一点，但是这些都是为他好。如果秀玲真的还活着的话，她为什么还没回家？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她还没死呢？她没死，她不可能这样就离开我的。不要那么激动，我只是想知道你凭什么那么有信心。对不起，警官，你还没有孩子吗？没有。这就难怪了，你是无法了解那种血肉相连的骨肉之情。我跟秀玲是很亲的，我可以感觉到，她还在某个地方生活着。她之所以不回来，很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，阻止她回不了家。
我知道我们忽略了秀玲的案件，真的很抱歉。不过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会尽力帮你的。我想看一看秀玲的房间，可以吗？自从秀玲失踪之后，我每天都为她打扫房间。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移动过。这间房间等着秀玲回来住。看得出你和女儿的感情很深厚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其他亲人，就只有我跟她相依为命。一个男人独自照顾女儿，很不简单。像你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她，一定费了不少苦心啊。我只是尽做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把最好的留给她而已。秀玲以前是曲棍球队的队员吗？她很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，所以才对曲棍球有兴趣。不过高中之后，她就不再打了。崔先生，你认得这个女生吗？很面熟。啊，她是秀玲高中的朋友啊。那在秀玲失踪之前，还有跟她联络吗？不清楚。怎么了？这女孩跟秀玲失踪有关吗？我们想多了解秀玲的生活圈子，这样对于寻找她的下落会更有帮助。哦，你们肯帮我，我真的谢谢你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你，秀玲，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，不管你在哪里，爸爸永远等着你回来。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我赢了，钱。到底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都可以从基金啊变成发霉的基金了。对咯，你的包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可以叫范哥帮忙买一些回来嘛。你活得不耐烦，有胆你就走出去啊！我是不会阻止你的。要吃大茶饭就要耐心点，做完这桩买卖之后就可以放大假，好好享受啦。真的？这次是大买卖？不相信啊？自己去问三番哥喽。大家准备一下，10分钟后出发。什么地点？樟宜海边。爽啊，可以看新货了。小心死在你的手上。等一下，我上厕所很快的。喂，肾亏啊，整天上厕所。好了没有？我也要小便啊！等一下了，快点啦，很急啦！查到我连大号都出来了啦！我不上厕所，你不上厕所，我一上厕所就要跟我争。快点啦，很急啦！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一面小便一面吃包啊？不可以啊！快点！到底是不是女人来了？这么脏！
嘛这么紧张啊？兴奋啊，大买卖嘞！喂，转去300万。300万，好。又换地点。是啊，帆哥啊，现在谁都不相信了，这叫小心过了头。聪明啊，好像那个什么诸葛亮啊。什么诸葛？是诸葛亮。这不是上次黑志来的地方吗？那些警察一定不会想到我会选回同样的地方。喂，你不止没看戏，书也没看了。古龙说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真的很笨。当然啦，还是帆哥厉害。弟弟好像不对，我的线人给错了情报，我看有突发事件，也没办法联络到他。如果我是山帆，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们真的很狡猾，设下这个圈套，把线人引出来了。他会选择回去原来的地方。各单位注意，我们转换地点，马上出发。怎么了？干过那么大的买卖，紧张吗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放心啦，我没事的。阿毛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ไม่ได้อยู่ด้านนั้นแล้วแสดงไม่ได้สบายดีหนึ่งเอามาใหม่警察，别动！自己人，不要开枪！我是自己人。做内鬼！阿本，你弄错了。人不做想做鬼。别跑！
快跑！别跑！ 叫救护车！Yes sir， 总部，这里需要救护车。把枪放下，我们来搏一搏，看谁快。你没有机会了。把手举起来。我手上有60万现金，你放了我，钱就是你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当警察赚得了这些钱吗？把袋子放下。我保证，我在新加坡从此消失。我不会说是你放了我的。